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给男友报名参加厨艺大赛，一不小心得了冠军后，我们的感情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在一起6年，他主动联系我的次数越来越少，直到他的白月光出现，我一声不响地离开。后来他不顾现场直播，失控抓住我的手，颤声说：“你去哪了？”我翻看着手机上周样和秦贤的亲吻照片，评论区里的一声声般配和祝福让我很不是滋味。照片里周样的手搭在秦贤的左肩上，秦贤背对着镜头，右手搂着周样的脖颈。周样的表情看起来很享受。秦贤是周样的初恋，高考前甩了周样便出国了。那时的我还是暗恋周样的小透明。我看过周样和他在一起时的神采飞扬，也看过周样因为他冲进雨里一病不起。此刻手机上传来消息提示，周样的微博更新了。他说：“大家别笑了，我的素人女友很害羞，别把她吓跑了。请各位粉丝更多的关注我的美食，而不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的素人女友。”呵呵，真是讽刺。果真是前任一出现，现任就白干吗？周样将我这个陪他默默打拼6年的女朋友放在那里。电话响起，不是他。小小，周样那臭小子微博发的什么呀？他是不是出轨欺负你了？我立马飞过去找他算账。是我的发小蒋天明，误会而已，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我扯了个蹩脚的理由打发了他的关心。周样，我就这么不重要吗？突然官宣对象却不是我，你真的没什么话想和我说的吗？许是碎碎念让他有了感应，他终于舍得给我发消息了。今晚6点来我别墅。后面紧接着的是他的别墅地址。即使是做出了让我不高兴的事，他的话还是那么简短又冷漠。好，我到别墅的时候，周样还没回来，我就这么一直等。晚上12点，周样一脸疲惫地回来了。等很久了吧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还是那么好听。他脱掉外套去了厨房，没一会儿端出来一碗加了芹菜的面条。他将面条放在我面前，笑着说：“饿了吧？吃点面条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你不是知道我不吃芹菜吗？他将面条端过去，忘了你不吃了，秦贤他喜欢芹菜，我就放习惯了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周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自顾自地吃着。小小，我们分手吧。这话对于他来说像是无关痛痒。他津津有味地吃着面条，仿佛只是在通知我。我感觉很难堪。来这里时我还想着他也许是为了跟我解释白天发的微博，他会向我道歉，他会说他爱的人是我，请求我原谅他。一切不过是我心里的幻想。和周样在一起了6年，有4年的时间里，他在出租屋里研究食谱，靠我赚钱养活。2年前，他的妈妈得了肾病，我二话不说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他。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的时候，他拉着我的手哭着说：“小小，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。等我以后成了大厨师，我要挣很多钱补偿你。我要为你一个人研究一个食谱，每天做给你一个人吃。”可现在他成了全球的大厨，他却和我说分手。良久，我才问道：“是因为秦贤吗？”他立刻否认，像是不能容忍秦贤被泼脏水。不关他的事，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。无声中，我强忍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是不是你工作太忙了？我们没经常见面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被他打断。小小，对不起，
我发现我爱的人还是秦贤。窗外的冷风吹进来，凉透了我。他拿出一张卡放我面前，小小，别来纠缠我，我不想秦贤知道。为了他，他真是顾虑周全。我想快点离开这个令我寒战的地方，他却拦住我，语气强硬，别来纠缠我，我现在是世界级厨师，也有些人脉可以对付你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按下了车窗，任凭冷风带走我的眼泪。次日，意外发生了，新晋世界级美食大厨私生活混乱。美食大厨别墅夜会美女我和周样昨晚见面的照片被爆了出来，照片角度拍得刚好，我和周样站着说话被错位拍成了亲吻，和昨天如出一辙。只是现在急的不是我，是他了。我的电话很快就响了起来，陆小小，你是不是故意找了狗仔来拍的？我这里这么隐蔽，时间这么晚了，怎么可能会有狗仔？周样不论3721的先发了怒。周样，我还不屑这种手段，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他有些不耐烦了。陆小小，你知不知道秦贤看见照片，问我你是谁？他哭着说我不爱他了，他要离开西宁。我笑了，他要离开你，关我什么事？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。小小，你最后帮我一次忙，你就去我微博下面解释说你是暗恋我的大学同学，趁我喝醉了亲我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周样，你别太无耻。说完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直到2小时后，我接到蒋天明的电话。小小，你在微博胡说些什么呀？一堆人骂你。我有些懵，立刻登录微博查看消息。我是昨晚照片中的女人，是许先生的保姆，因为我暗恋许先生，趁其喝醉后不由自主亲了上去，请许先生原谅我。评论区里都在骂我，无非是周样已经官宣了女友，我却不死心地勾搭他之类的恶评。周样倒是好记性，我都快忘了之前在他手机上登录过微博了。只是周样，你是真的没在乎过我的感受。周样，你真是好手段。虽然照片里我没露脸，但请你管好那些人的嘴，别来烦我。他停顿了几秒，答道：谢谢你小小，秦贤已经信了这是个误会，原谅我了。你被骂我确实没考虑好，我会往你卡里打50万，算作我对你的赔偿。原来我的名声在他眼里只是50万的事。窗外的雨淅淅沥沥，那天夏天的雨也是这样。学校里有只流浪猫滞留在树上，我淋着雨张开手在树下轻唤：小黄，快下来，我接住你。小猫在树上喵喵地叫不停，却没有任何往下爬的动作。我急得不行，身后却有一个男生撑着伞走来，老土的校服穿在他身上格外好看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把伞递给我，挽起了袖子。他快速地爬上了树，把小猫抱了下来递给我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高2年级第1的周样。我开始格外地关注他。我以为高考结束后，我的暗恋便结束了。直到我到西宁大学报到，纠结选哪个社团的时候，看到了同样皱着眉的他。真巧，你也在这个学校。我鼓起勇气主动和他搭话。他盯着我看了良久，小猫。我使劲点头，就像害怕下1秒他便忘了一样。我跟着他选了烹饪社团，我们加了微信，约定一起去培训。大多时候我都看着他做，他做好了也会第一个给我品尝。就这样慢慢过去。第2年夏天，他在我的宿舍楼下摆上了心形蜡烛，手里端着他精心设计的美食。
他说：“以后我只为你做美食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”烛光照亮了他的脸，温暖又真诚。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我哭着点头。他轻轻用手为我拭去眼泪。我们紧紧相拥，他在我耳边轻说：“以后你就是我的专属试吃员了，我做的美食只给你吃。”回忆被消息铃声打断。小小，见个面吧，秦贤听说你在我家做事做了很久，想请你吃个饭。周样继续发来，再帮我最后一次，我再给你50万，前提是别露馅。傻子才会跟钱过不去。我答应了周样和秦贤晚上一起吃饭。你就是陆小小。秦贤趾高气昂的语气令我不舒服。我吞下嘴里的肉片，点头，险些被呛到。出乎意外地，周样站起来替我拍背，却在接收到秦贤的眼神后，将手收了回去。吃这么急做什么？真是出身穷苦，吃没吃相。也许是怕把我逼急了。周样瞪了他一眼，小小，秦贤的话别放心上。我能感受到秦贤在我身上打量的目光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显然将我当成了情敌。他道了歉，转头对着周样撒娇：“周样，我想吃刚才门口的甜点，你去帮我拿一块来好吗？”周样一走，他便换了脸色。陆小姐，请你和我的男朋友周样保持距离。虽然有的人现在辞职了，也难保厚脸皮的纠缠不放。周样是公众人物，因为你这件事，害得他失去了一个参与美食访谈节目的机会。我倒是没听周样说过，毕竟他从来不会和我说工作上的事。原来是那个能让他有分享欲的人，不是我。此刻我竟感觉有些憋屈，很不容易地将眼泪憋回去。我是周样正牌的女友，却被插足者反过来指着鼻子骂。我擦了擦嘴，笑了笑。秦小姐，你以为你又能好到哪里去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和他见面了，我吃过了先走了。出来饭厅包间后，我去洗手间遇上了周样。他上前拉住我：“你怎么走了？”我委屈的眼泪憋不住了。他如从前那般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，这刹那让我以为他是爱我的。周样，能不能不分手？挽留的话脱口而出。他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眼神冰冷地看着我。小小，你知道我爱秦贤爱了很久，他能回来还是我太自作多情了。6年的陪伴怎么抵得过别人的遗憾白月光？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快速收了收情绪，爽声道：“周样，50万不够，得加钱。你刚才不在，你的女朋友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给我造成了精神打击。”他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你以前没这么爱钱的。人既然留不住了，那总得让我付出的时间有价值吧。我晃了晃手机上的70万到账记录。任务完成了，我先走了，回去好好哄哄你的女朋友吧。蒋天明知道我和周样的事后，就毫不客气地来我家住下了。小小，我不白住，我给你当保安，兴许的赶来招惹你，我就把他踢出去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说什么白不白住的，更何况你也是担心我。我抱着团子陷入纠结。团子是我和周样谈恋爱第2年一起养的猫，也算是见证了我和他的塑料爱情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想听听周样的想法。团子是我们一起养的，现在归谁？不到1分钟，他便回了消息：秦贤对猫毛过敏，我不能要，你养吧。我的心里隐隐作痛。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他的首选永远是秦贤。可
可是这6年里，他又何故心里想着别人还对我好呢？他会在大雪纷飞的早上给我带早餐，在宿舍楼下等我。他会买辆自行车载着我从枫叶林缓缓经过。他获得第1个厨师奖项的时候，会拿奖金给我买好看的裙子。他摸着我的头，别的女孩都有新裙子穿，我也要宠着我的女朋友穿漂亮裙子。我嫌他乱花钱，他说为了你什么都可以。我在蒋天明的轻唤中回过神来，小小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摇头，天明，你说人心为什么总是变得很快呢？我没有注意到他眼里闪过的暗淡，他的声音有些沉闷，其实有的东西一直没变，是你自己没发现而已。我低头用着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反问，是这样吗？蒋天明，我想离开西宁了。我喃喃道。我整理着家里和周样有关的东西，这些年证明着我们相爱过的证据不少，占了满满3个大箱子。以前的他，不论再忙，也会在生日、纪念日、情人节精心为我准备惊喜。他说，成为顶级厨师的梦想，没有当下珍惜和我的日子重要。他花了心思买的礼物，从来没有重样。后来他变了，整日想着怎么做出更好的美食，怎么去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中赢得名与利。我的惊喜也没有了。他会很抱歉地和我说，小小，我最近太忙了，下次一定给你补上。最终无数个下次也没有等来实现。那时的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心疼他，理解他，可是我却忘了爱人先爱己。蒋天明帮着我把3个箱子搬到了楼下的快递站。我填了周样别墅的地址，将他这些年送的东西还给他。几日后，我接到了周样的电话，他的语气里充满指责，陆小小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知不知道你寄过来的东西被秦贤拆开看到了，他现在又生我气了。他的别墅我还是在前晚知道的地址。这些年我们几乎都住在我现在租的房子里。秦贤这么快就能住进他的别墅了吗？我只是把你送我的东西还给你，别的事与我无关了。我没料到秦贤会主动找到我。陆小姐，这些年你对周样的照顾我都知道了，我替她谢谢你。那天我想把你的东西都扔了，周样和我吵了一架，说东西她会自己处理。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希望陆小姐以后别再在周样面前出现了。真是讽刺，她好像把我当成第三者在看待。给我50万，我立刻离开南城。陆小小，你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。身后传来周样的怒吼。这一刻，我才反应过来秦贤的把戏，索性顺了他意。反正你都是顶级厨师了，也不差这点钱吧？我清楚地从周样的眼里看到了蔑视。6年的时间，他还不够了解我吗？于是我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拿着周样的钱，我去了以前很想去却没去的北海。我买了个小房子，温馨便利。我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。他们知道我和周样在一起6年，却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每次提及周样，我的沉默不语像是给了他们一些提示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不再提。有个男生条件挺不错的，去和他见一面吧。父母极力劝说，我最终听从了他们的安排。我的工作是布景，时常晚点下班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我浅浅打扮了一下自己，匆匆赶去赴约。远远的便看见男生坐在那里的背影，莫名有些眼熟。天明，蒋天明在南城工作，在这里出现，我很惊讶。我四处张望，没看见别人。别看了小小，
我就是阿姨说的让你见见的男生。蒋天明温柔地开口，他的穿着非常正式，是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的一面。天明，你是不是被我爸妈？他猜到我要说什么，抢先一步否认。小小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一直不敢说，怕你不喜欢我，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。可是我不想再忍了。蒋天明说了很多话，真诚又坦然。天明，我刚结束6年的恋爱，现在只是被父母念得烦了，想找个搭子结婚。更何况，我现在只想工作，别的暂时不想，我不想伤害到你。蒋天明像是早预料到我会这样说，看向我的眼神温柔坚定。小小，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。我目前刚到北海，也需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这点来说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于是，我们开始了不同于以往竹马见面的约会。一开始，我以为从小认识的人突然换了身份会很尴尬，没想到我们几次约会下来却很合拍。于是，我俩很快就领证结婚了。他知道我不喜欢繁琐，所以向婚庆公司要求简化婚礼流程。婚宴和喜糖这些细节是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的。最后的婚礼不大，只来了我们双方的父母和亲近的朋友。当司仪说新郎可以亲吻新娘时，我的心还是按耐不住的紧张。蒋天明却只是拉起我的手，轻轻吻了吻我的手。他靠近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着：“小小，我们慢慢来。”他说话呼出的气散在我耳边，我感觉脸颊发烫，心跳也有些莫名加快。婚礼结束后，我躺在床上回味。我没想过和周漾分手后，我会这么快就结婚了。结婚对象还是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发小。时间真是奇妙。桌上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归属地是西宁。你好，哪位？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。小小，你没续租吗？搬家了吗？我无心和他多说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别再打电话了，我老公听见会吃醋。周漾的音量拔高，结婚？你在发什么疯？我们才分开多久？蒋天明这时裹了条浴巾从卫生间出来，8块腹肌在浴巾的半遮掩下显得格外诱人。这小子怎么比以前身材变好了？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小小，洗澡水给你放好了，你去洗吧。电话那头的周漾更大声了，什么洗澡水？你在哪里鬼混呢，陆小小？蒋天明皱着眉头走近我，带着怒气：“洞房花烛夜，你说他和谁在一起？”他将电话挂断：“小小，你是我好不容易娶到的，可得把你看好了。”我让他伸出手，我的手附上去。他的手好大，将我的手全包住。我拍了一张十指相扣的照片发过去后，将周漾拉黑了。实在受不了他不断的电话骚扰和信息骚扰，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，我的脸有些发烫。蒋天明看着我，反而笑了笑，能帮到我的妻子是我的荣幸。我和蒋天明结婚以后，没有从前那般肆无忌惮的亲密，却也没有因此疏远。我想，我们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人之上恋人未满的状态。早上我比他上班得早，我就给他做好早餐放在桌上。晚上他回来的比我早，便做好晚饭等我。这天我如往常一样不好景回了休息室，节目组开始邀请嘉宾进场直播。助理突然说自己忘了在桌上放品牌方的产品。我和导演沟通后，导演让我上去给嘉宾送水，顺便放产品。我拿着水和产品，在直播中途，主持人唤了一声后，快速走上去。不曾想，
那嘉宾竟是周漾。他抓住我的手，陆小小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场内的观众区一片哗然。我小声提醒他，这是在直播，你自重。他跟突然抽风一般，将我一把拉过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女朋友陆小小。我一边嫌弃着他丢人，一边挣脱他的手离开直播厅。主持人素养良好，愣了几秒，便立刻以周漾在开玩笑的借口将事情圆了过去。直播结束后，他冲进我的休息室。陆小小，你是不是根本没结婚，找了个男的陪你演戏呢？你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挽留我？我笑了笑，周漾，你以为你有多重要？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爱我的丈夫，请你别来打扰我生活了。我知道有大厨要来节目录访谈，不过没想到会是他。也许是我的反应平淡，他有些气到了。我想我真是猜不透他。我放手了，不再纠缠他了。他可以和白月光好好在一起了，他哪里还有什么不满的？陆小小，我们6年的感情，你一点空窗期都没有，这么快就结婚？他话里的嘲讽让我忍无可忍。不是你说分手的吗？你和你的白月光在一起，少来管我的事。他的脸色已经气得铁青，语气充满质问。你说他要是知道我们在一起了6年，他会介意吗？也许和周漾的感情实质已经被我看清，听到他这样讽刺我，竟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要是分手几天，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会难受得要死吧。那个夏天温柔抱猫的男孩一直在我心里，现在的他变得糟糕了，也没在我心里了。周漾，你真糟糕。我声音没有起伏地说出这话。周漾，我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你的一条狗？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必须在，不需要的时候一脚把我踢开吗？他的嘴张了张，小小，他话还没说完，便被手机铃声打断。闲闲2个字映入我的眼帘。他接还是不接？我等着他的选择。他竟然挂断了电话，拉起我的手。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乞求。小小，我错了，我发现我爱的是你。我和秦贤分手，你和那个男人离婚，我们再结婚，好不好？我有些恶心地甩开他的手。成年人了，还会分不清喜欢谁吗？只是不够爱罢了。周漾，我不会要一个摇摆不定的男人。导演让人来请他回去继续录制节目。他离开前还恳求着，小小，你再想想。我下班回家，打开门时一片漆黑。今天蒋天明是加班吗？怎么不和我报备？我心中没由的失落，换鞋都有气无力。突然，蒋天明端着蛋糕慢慢走来，上面插着28岁的蜡烛。他唱生日歌的嗓音格外好听。小小，许个愿望吧。我闭上眼，双手合十。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还有和蒋天明好好在一起。我吹灭蜡烛，他打开了客厅灯。他将刀具递给我，寿星的切蛋糕的第1刀。趁着我手上的动作还没完，他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礼物盒。这个手链你应该会喜欢。我接过，轻轻摩挲着，上面的钻石发散着光芒。前几天我把手上周漾以前送的手链卖了换钱，本想直接扔了的，觉得有些可惜了。蒋天明帮我在手上系好，说了一句，小小，你真美。我们的脸庞慢慢靠近，却被刺耳的门铃声打断。透过猫眼，我看见周漾的脸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这里。我将门打开，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
他将手里的护肤品礼盒递给我，小小，生日快乐。今天节目录完后，我问了你的同事你的地址。我看了一眼护肤品，淡淡道：你拿回去送给别人吧，我不需要。我想关门，被他看穿拦住。这个牌子的护肤品是个品牌货，很多人用了都说好，你拿去用来试试吧。我无语，我的第一个护肤品就是你送的，还是这个牌子，可是我对这个过敏脸会红，你忘了？周样被我的话堵住，低头看见了我手上新的手链，眼里的光暗淡下去。老婆，怎么还不来吃蛋糕？蒋天明的声音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关了门。蒋天明将我抱住，怎么这么久？我吃醋了。我红着脸主动给了他一个吻，这是刚才没做完的。他像是被点燃了一般，不够。今夜难眠。第二天，我忍着腰酸背痛去上班，还好今儿只需要布一个景，其他便没什么活了。到了下午茶时间，公司收到了外观精美、味道新奇的小蛋糕。快递员抱着一个大蛋糕，指明是送我的。周样的电话打来：小小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蛋糕，你尝尝怎么样？果然是他。我敷衍地嗯了一声，转身将蛋糕扔进了垃圾桶。陆小小，你在做什么？秦贤突然出现在这里。你对周样说了什么？他昨晚跟我说分手，说要和你在一起。我看着他在厨房做了一个晚上的蛋糕，居然是给你做的。我看着周围同事在窃窃私语，不想和他纠缠不清。我走近他，指了指垃圾箱里的蛋糕，你心疼的话，你就捡起来吃了呗。他要和你分手，你找他去呀，来我工作的地方闹什么闹？你应该知道，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我吧？指三当三，倒是被你玩明白了。秦贤扬起了手，被我拉住。别来打扰我，否则我不高兴了就发点东西在网上，看看我们谁不好过。反正周样的粉丝里也有盯他盯得紧的。他闭上了嘴，瞪着我。其实我现在看见他们，心里已经没什么波澜了。我是爱错了周样，我认了。倒是他也给了我一笔钱，也算是一种补偿了。我出了公司，想去对面买杯咖啡。过马路时，秦贤冲了上来，他拉住我：陆小小，你放过周样吧，我真的很爱他。拉扯中，一辆汽车驶了过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出现的周样拉到了路边。小小，你没事吧？我摇头。幸好司机反应快，看见我和秦贤突然出现在马路间，及时刹住了车。秦贤难以置信地走向我和周样。周样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为什么不拉我？挺难得的。在我和秦贤同时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居然选择了我。趁着他们吵架，我离开了。我可不想被什么狗仔拍到。小小，因为救你，秦贤又把我甩了。周样发来和秦贤的聊天截图，试图向我卖惨。小小，我错了，你才是我最珍贵的。我们能重新在一起吗？我还想做你的专属厨师。迟来的深情比狗都贱。这些消息我一条都没有回复。蒋天明的生日到了，该吃蛋糕了。我特意请了假，买了材料，跟着网上的教程做蛋糕。时间过得太慢了，我都等不及看蒋天明回来，看到我给他惊喜时，脸上的吃惊喜悦了。虽然这个套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已经用过了。被我戳了奶油在脸上，他笑着说：小小，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幸运。我看着他含情脉脉的眼，吻了上去。他按住我的头，将这个吻逐渐加深。后来周样没再给我发过消息，也没见过面。
直到一次无意打开美食节目，便看到他获奖的消息。他拿着奖牌，红着眼说：“小小，我错了。”他把我和他6年的恋爱在微博公开，说他在这段感情里的出轨不忠，说自己被蒙了眼，放过了这么好的人。无数网民敲起了键盘痛斥他。蒋天明端着水果盘过来：“小小，你还好吗？渣男活该呗。”全文完。